失智症怎么表现呢？重复发问重复买东西，长东长西，这个是最常见的短程记忆不好的问题。听到这边呢，我突然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有时候我会忘东忘西啊，或是东西忘了放哪里，或找不到，这样我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有失智症的这个风险？当你记得你忘记的事情的时候，是正常的，但只要你就糟糕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远赢了。前阵子看到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新闻呢，就是好莱坞的动作巨星 Bruce Willis 居然被诊断出罹患失智症。他在荧光幕前一向都是以硬汉的角色深植人心，没想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却面临失智症这样子的挑战。另外，像是志玲姐姐的母亲同样也是失智症的患者。那这也让一向非常孝顺的她呢，在节目当中提到母亲的病情的时候呢，也是不禁泪洒摄影棚。其实失智症的议题呢，已经是全球性而且非常普遍的一个议题哦。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初估，目前台湾的失智人口大约有31万人，也就是差不多每74位当中呢，就有1位是失智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什么是失智症，并且学习如何帮助失智症的患者。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的曾瑞欣主任来到现场。小袁好，主任。各位观众大家好。曾主任可以说是台湾失智医疗的重要推手哦，因为在从医30多年当中就有超过20年在钻研失智症的领域，同时也是台湾首家跨领域失智整合门诊的推手哦。那很想知道大家一定想知道说，主任在20多年前为什么会接触到失智症这样子的领域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想要来进行钻研呢？好，小远，其实说我在当时我出国去哈佛进修，我并没有学失智症，我当时是学肌电图。我回国没有想往这个领域发展，当时我在天主教更新医院，那时候院长是个修女，他跟我们讲说，基督教院希望推动失智老人照护。当时我问了下面5个主治医师，我是主任，没有人愿意，所以表示20几年前大家对失智的领域不太在意，也不在乎家属怎么办，怎么照顾。所以因为我们下面同仁不做，只有自己要做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去瑞典，还有去加拿大、去美国，还有去日本、跟新加坡、香港去学习国外怎么做。因为日本早已经比台湾早20年前开始发展，所以把香港的一个 model 把它带进台湾，我们就成立台湾这个第一个跨领域的整合记忆门诊，然后推动如何不单止医疗，不但医生还有护士、社工，还有营养师，还有职能就是带路来为失智老人做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服务。哇，那听主任这样的分享，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而且不过像是失智症这样子的议题不止在台湾，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广泛，然后而且大家都会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也有听说好像失智症并不只是长者才会有的疾病，而是可能不同的年龄层都有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威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这样子的失智症的一些警讯呢？对，确实失智症不是个老人专利，这个年轻人他的头部外伤跌倒。车祸以后，他也会得失智年轻人得个脑膜炎，脑部发炎过以后，他也会得失智当然，大部分来讲，老人比较多，大部分在65岁以上才会发病，65岁大概5%，到80岁20%，90岁33.3%，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平均统计上，大概65岁以上长辈的话，大概8%的机会得失智症，很少会在65岁以前。65岁以前，我们叫早发型失智症，大概1/1000左右。所以，万一假如说65岁以前发病，就比较麻烦了，它遗传比例比较高，然后大概有50%会有遗传的可能性。然后65岁以后发病的，大概就5到10% 而已，相对比较少。所以其实基因检查部分也是一样，在65岁以前，你父母是65岁以前发病的话，你可能担心你得失智，你就需要做基因检查，不然的话不需要。另外提到说失智症怎么表现呢？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以阿兹海默症为做比例的话，通常会重复发问重复买东西，然后东西长东长西，这个是最常见的短程记忆不好的问题。除此以外的话，个性会变成比较被动，有些人比较很激动有部分的病人的话，可能甚至有妄想
跟幻觉的行为，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怀疑老公外遇，怀疑那个人要偷到他的东西，这种的行为会出现。所以还有说，平常日常的执行功能比较差，以前会看电视用遥控，现在用遥控都不会了。有时候要用那个微波炉怎么去做那个去微波都不懂，用洗衣机也不懂。这种行为出现的时候，表示他执行能力、记性也变差了。这种发现以后，赶快寻求医疗，找出来他是否患有失智症。但失智症不是只有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只占里面的大概70%而已，还有另外一些血管性失智症，跟中风、血管堵塞、曾经脑部缺氧过产生的功能下降，还有一些可逆性的，赶快要找出来，赶快要治疗的，例如正常脑压水脑症，脑袋积水太多，还有一种长脑瘤，甚至乎甲状腺功能过低、维他命 B12缺乏症候群，甚至是第3期梅毒，这些都会造成智能减退。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还有一个假性失智，很多年轻人不要到老年人哦，发现记忆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其实跟心情有关。我们有忧郁，就是造成假性失智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有生活繁忙，然后很焦虑、紧张，也会造成你注意力不集中哦。这些只要经过药物治疗后，就完全改善了。主任啊，我听到这边呢，我突然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有时候我会忘东忘西啊，或是东西忘了放哪里，或找不到，这样我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有失智症的这个风险啊？其实没有的，其实很多的民众认为说，球员忘东忘西。曾经有一次有个病人到我门诊来，他说我最近常忘东忘西我3天前去买3样东西，我豆腐忘记买。我说你记性正好啊，你3天前忘记买豆腐，你还记得？所以我们常说，当你记得你忘记的事情的时候，那是正常的。但只要你忘记事情的话，就糟糕了。同样的病人走进来，那个媳妇带进来写字条说，婆婆每天忘东忘西，怀疑东怀疑西。结果婆婆进来的时候，拍桌子说看什么病啊？我什么病都没有。糟糕，这个婆婆是有病，然后她完全忘记她平常忘记事情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看得出来有没有问题。很多年轻人甚至乎一些长辈，他忘东忘西，是因为心情不好、忧郁、焦虑，甚至会生活繁忙，都会造成一种良性遗忘，这种常常会碰到的。哇，听到这边自己突然觉得松一口气了。那想再请教主任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在生活当中可以积极的，可能说去预防，然后就是有一些预防失智症这样子的一些作为呢？延缓失智，全世界有很多的方向，包括2017年 Lancet 所提出来的一个方向当中，有大概6大主轴。先看就是说多动脑、多运动、健康饮食、增加社区网络，以及说充足睡眠、减少压力。除了这6大方向以外的话，当然我们要避免血管性失智症，控制好3高：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还有减少肥胖哦。还有刚刚说假性失智的话，减少忧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的话，平常我们要保持长辈的听力跟视力，有听力视力，他才能学习啊。所以他听力不好，视力不好就不出去了。所以就有违背了所有我们的6大方向，所以多动脑、多运动的部分，这部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尤其年长以后，怎么样去根据你个人兴趣、需求，还有能力，还有喜好来去设定你的日常生活，然后增加社区网络，哪怕只去一个教堂去买菜，都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不能整天躲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样很容易会造成退化。用进废退，用会进步哦，脑袋一样，不用就会退步了。没错，就正所谓就是要活就要动，所以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就要可能要多走去户外，或是跟朋友、跟家人这样子多有一些社交的连接，那也可以预防大家就是有这样失智症的一个可能性哦。我相信大家其实都一定很不希望说自己罹患失智症，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真的有人罹患失智症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或是帮他们寻找一些什么样的资源和帮助呢？其实我碰到一些家属，他有家人得到那个失智症以后，我常会讲一句话说，现在功课不是长辈了，是家属很重要。家属要学习如何面对家中有一位失智长辈，还有如何让他有个尊严的晚年。然后接下来家属要多寻求一些社会资源，
包括现在网站里面很多的一些做的方法，如何做一些行为治疗，然后如何刚刚所说的长辈多动脑、多运动，然后增加社区网络，然后充足睡眠，减少压力，然后让他能够延缓他的失智的情形。当然，现在台湾社区不多，当然寻求有关的一些照顾资源，或者需要一些日健中心啊，需要哪里需要这些服务。全国有大概100多个失智共照中心，每个县市都有，可以寻求这些那个资源，甚至会还有个案管理师固定做电话关怀，这个都可以协助他们的。所以这样家属要学懂如何做行为治疗，就是碰到病人有妄想、幻觉、急躁不安、攻击行为的时候怎么面对，然后这个叫家属要自己学习，然后面对，然后减轻照顾当中产生的压力。主任啊，我有听说亚东医院有一个失智中心，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呢？亚东的失智中心成立了2年多，大概打从5年前开始，那个2017年，我们协助新北市卫生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的失智症的社区网络。接下来同年，我们也成立了失智共照中心，我们有个案管理师去做个案关怀。我们每年大概有将近1000个个案，我会在新北市里面负责做电话关怀，以及给他做相关的资源给予。所以其实不但有这关怀部分，我们还会做一些家属支持团体，还有那个家族的照顾技巧训练课程。不单只对那个关怀部分，我们对社区网络，最近我们推动友善商家，还有失智友善社区，然后各商家加入以后，希望在很多在新北市板桥区所住的一些失智老人病人家属，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得更自然、更活动。同时，我们假如有失智长辈，只要住到亚东医院的话，我们特别会有网络通知或住院中的关怀，然后关怀他住院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协助部分，我们也进行在院内院外的整个失智的服务。哇，像听主任这样分享的话，这样这个失智中心听起来就像是除了是点，然后更是线跟面，就等于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对于失智患者的一个关怀的网络，非常的丰富，而且资源很多。是的，我们现在积极在发展，不单只从那个关怀而已，到整个院内，我们希望将来亚东医院成为是失智友善医院。现在我们对失智患者的关怀已经越来越全方位了。除了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服务以外金融服务也是不例外的哦。金管会在2022年指示银行公会订定了失智者金融实务参考指引，借由来评估还有辨识呢是疑似失智患者或者是失智患者，让他们呢在处理这些金融交易的时候呢，可以得到更多的防护还有保障。远东商银也从2022年开始跟亚东医院合作，这2年来呢，陆续推出了120位的行员参加失智友善工作坊，并且认证成为种子学员哦。然后这些学员呢，主要就是在推广这个失智友善的金融服务。的确的，我们谢谢远银的参与。其实失智友善社区需要不单有公部门跟医疗部门以外，还有需要不同的企业跟各单位去参与，然后推广才可以。让我们说失智长辈以及家属能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这个才是失智友善社区很重要的一环哦。我们希望这种的情形能够在各单位跟各那个行号都能够参与化，让我们推广更容易。那小远也在这边补充一下我们远东商银其实现在全台已经有多家的分行呢，已经取得了失智友善的认证标章，并且成为失智友善的营业场域哦。相信如同今天主任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医疗方面对于失智的患者的一些投入像我们金融服务呢，对于失智患者未来有非常多的一些服务还有关怀，相信这样子的这个美好的社会呢是指日可待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主任拨空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失智症的大小事，非常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和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别忘了还要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